克兰明日台湾，弱国无外交，该如何解读呢？今天带您一块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啊，这个有句话讲“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呢，应该是值得大家好好的细细品味。因为呢，近来大家看到了乌克兰的状况，很多人就会讲，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那我们身在台湾呢，是不是应该好好看看乌克兰现在到底是何处境？弱国无外交，其实呢，在历史上早有明鉴，只是大家可能历史书籍看得比较少一点。好，那当然呢，我们要从2月28号那个到现在都还余波荡漾的世纪口角开始讲起哦。大家还记得那天发生什么事吗？泽伦斯基哇，这个巴巴的千里迢迢来到白宫，他以为在白宫2月28号，感觉是他的复国，是他英雄成立日啊，感觉可以得到这个美国什么样的一个奥援，然后回去跟普丁啊，我赢了之类的。结果他完全想错了，因为呢，在50分钟的一个这个互相沟通当中，最后10分钟应该会成为从此以后所有历史书籍都会拿出来写的那一页历史经典画面，就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居然可以被另外一个国家的元首加另外一个国家的副元首指着鼻子臭骂你，臭骂到难听的不得了。然后呢，他也只能够头低低的离开现场。为什么？因为他是弱国，强国呢就有本事这样子谩骂你。好，我们来看到那天的一个场景呢，泽伦斯基去之前啊，据说啊，这个美方呢是有一个所谓的剧本的。他说，泽伦斯基你就认下这1、2、3，然后呢，我们就帮你搞定普丁。好，那什么是1、2、3呢？这可能真的弱国吞不下去的，丧权辱国呀。好，首先呢，据说美国告诉他说，被俄罗斯占走的地方你就放弃吧，要求泽伦斯基要移交这个扎波罗热州啊，这个15%的土地，然后呢，普丁已经占的地方就放弃吧。然后呢，他还说啊，那美国我这个居中协调我来点好处啊，所以呢，要求这个乌克兰不是有个敖德萨港吗？我们美国的黑水公司我来帮你做安保，所以呢，要求要签下这个商业的一个合约，就是以后你这个敖德萨港，人家军港，以后这个安保就交给美国公司了啦，钱给美国人赚，我们保你安全哈，一世平安。然后呢，就这怎么行，对不对？感觉把我们自己的军港全部包出去给别人也不行。再来呢，他们就说了啊，那你如果不听的话，不好意思啊，我外交官撤离。外交官撤离其实是一个在外交上是非常大一个暗示的意味。我如果把我的外交官全部撤光的话，就我不要这个地方了，我放弃这个地方了。所以呢，他们就告诉这个乌克兰说，你不听话的话，那我美国的这个外交官全部走啦。看你怎么办，自生自灭，自己想办法。好，那当然啦，大家都知道最终的结果就是感觉就是泽伦斯基不肯认这1、2、3这么多的条款嘛，所以最后呢，你看美国人怎么骂他的，川普就骂他，你不知感恩，我给你那么多钱，你怎么都言谈，你应该要讲一句话就谢谢，就 thank you。Thanks，I'm very grateful， 各种谢，你都没讲，那你这个不知感恩的家伙。然后于是呢，大家就臭骂他一顿之后呢，泽伦斯基夹着尾巴走了呢，那怎么办呢？那当然呢，这个所谓的一个什么和平协议就没签，矿产协议也没签，那就看看接下来怎么样继续。好，那隔天你就马上看到美国的动作啦。这个不听话的乌克兰呐，马上来人呐，上家法。好，怎么搞定你呢？我马上就断掉对你的军事援助了不只呢是中断军援，甚至连情报共享我都直接终止。好，那到底呢暂停了对乌克兰的军援会有多大的一个影响呢？好，你说那些军援就不再这个继续的援助给乌克兰了嘛？那包括什么？包括还在飞机上正在运送过程的，包括在船上的，包括呢有一些已经放在这个波兰的一个这个中转区的，等着要进这个乌克兰的，全部通通停止，通通都不给了。好，那情报共享这个也被中断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大家知道，在这一次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现代化战争嘛，那你看到了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大家以前如果是过去的印象，就觉得这个俄罗斯大军压境，就是
直接搞定你乌克兰啊。但乌克兰有很多无人机，好像呢在这一次的一个战争当中发挥到了一个非常大关键的一个效用。好，无人机它到底是怎么样办到的？无人机需要卫星啊，需要卫星讯号告诉他说你的敌人在哪里，因为他没有眼睛，他的眼睛要靠卫星嘛。那卫星呢？乌克兰有那么多吗？没有嘛，所以都是美国给他的。所以呢，其实很多乌克兰它的无人机，亦或是它的防空系统，它的一些飞弹，或者是它的一些火箭炮，其实呢都是靠美国给他的情报，告诉他说，敌人在前方。11点钟方向，好，你就这个地方你就发射，好，通常呢都是靠美国的情报共享中断了。影响的军事专家就讲，直接影响到乌克兰可能没有办法再进行这么精准的攻击了。所以你就看到了，在乌克兰，他们前线第一线的一个将士们听到，天哪，没有情报共享了，等于是他们都瞎了眼，在战场上瞎了眼。你真的很快就可能要回去见老天爷了，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对于乌克兰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釜底抽薪的一个所谓家法，不听话，你就给我试试看了哦。好，那这个还有包括马斯克提供的星链服务呢，大家也不晓得这是不是所谓这个情报共享会中断哦，但是呢，你直接看到就是很有意思，你观察。在法国有一家卫星的供应商啊，那它的股价呢就在1周之内翻了4倍，因为大家说如果你不用美国的星链的话，那你是不是会用这个欧洲的？那法国这一套，感觉可以顶上啊。那如果用法国这一套，你看它股价就涨4倍。好，但目前为止呢，你看到了，当然这些新闻都还是在继续进行中，但是你就看得到了，直接两方翻脸了，所以美国说我不军援了。那不军援了之后呢，可能你这个哪天泽连斯基回头来听话了，低头了，好，那么再度军援，不晓得还在进行中。但呢，欧洲要立刻顶上的哦，因为呢，这个最直接的是，如果美国就放弃不管了，那这个乌克兰真的输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对于欧洲来讲，当然是他们的国家安全的疑虑嘛。所以欧洲马上就说好，接下来我们接手，我们来武装乌克兰。他说呢，要让这个乌克兰呢武装成一个让普丁吞不下去、哽到喉咙一个钢铁豪猪，哇，很多刺啊，让你这个没有办法消化的哦。好，那他们要怎么样武装呢？他说啊，我这个欧盟赶快出钱了哈，他要这个国防支出再增加27兆这个新台币，然后呢，他要扩大这些融资，他要放宽这些欧洲国家它的一些财政的限制。以前呢，他会说，你这个欧洲财政你的你的超支的部分哦，就是你的赤字的部分不能够超过你 GDP 的3%，那现在可能要放宽。然后你举债的规模呢，不能够大过于你整个 GDP 规模的60%，那现在可能要放宽。那不止这样呢，还欧盟帮你贷款，欧盟来背书借钱给这些国家，你去赶快买东西，然后支援乌克兰，甚至呢还会动用到欧洲的这个投资银行的一些基金哦，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欧盟感觉整个动起来，然后我觉得拜登一定会心里想说，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花这些钱？一定要这个怕坏人，川普来了之后就不给你钱，然后你就会自己想办法了哈。好，但不管如何啦，现在欧洲的动作呢，现在他们说他们要在大举的武装乌克兰，那我们就来看他会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嘛。但是呢，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么多，告诉大家现在最新的一个新闻的进展，但是其实是要想告诉大家的是哦，很多人讲哦，说这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台湾呢遇到了万一中国呢，有一天也武力进攻台湾的时候呢，也会像今天的乌克兰一样被川普给卖掉。好，那这样的可能性大不大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看哦。首先呢，我其实觉得哦，这个川普呢，他为什么之所以要放弃乌克兰，那是因为乌克兰离美国天高皇帝远，好远好远，而且呢，俄罗斯也已经不是美国现在心中第一的主要对手了，所以呢，放在台湾身上 maybe 不会像乌克兰直接被放弃，因为现在呢，美国应该是2党的共识，最主要的敌人就是中国。那如果是中国今天像这个普丁一样发动攻击、发动侵略的一个这个手段的话呢，台湾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放弃。但是啊，重点来了，所谓的弱国无外交，你不被放弃，要奠基在你自己有没有实力，实力很重要哦。实力呢，应该是维持和平最重要的关键因素了哦。那我们就来看看台湾有没有实力。首先呢，在地理位置上面，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美国放弃，是因为我们是第一岛链。而且是第一岛链的核心中的核心。如果
美国放弃台湾的话，这第一岛链啊，等于中心开始瓦解。你往北，日本、韩国，往南的菲律宾，台湾没有了，你还什么第一岛链？你第一岛链就被穿透。所以呢，美国应该关系在这个地理位置应该不会那么容易的放弃台湾，但是呢，你说台湾有没有实力呢？目前看起来，我们在军事实力上那是完全的脆弱的哦。你说每年花那么多的一个国防预算去买什么样的武器，各种，但是呢，在美国看起来卖给我们是次等的武器，因为他说卖给你最先进，你等下泄密给中国怎么办？所以呢，我们的武力跟中国来比，那当然是以卵击石，不用说，不用讲，你花再多钱都一样，你就把那些钱视为交给美国的保护费好了。那很多人呢会觉得我以上言论叫做以美论，但是呢，我很想告诉大家的是哦，很多时候我们光是办一场活动，你都要挑雨天备案，你要有 Plan A， 你要有 Plan B， 怎么会在台湾你就觉得我们所有的国家安全要通通放在美国人的身上呢？怎么会觉得哇他好强，我们靠他就一切没事呢？不行的，我们还有 Plan B 嘛，万一呢？万一那个时候的美国没有现在这么强了呢？万一那个时候美国有个什么天灾人祸呢？万一那个时候的美国发生什么大爆炸，他自顾不暇，然后没有办法管理台湾了呢？我们要有 Plan B 的哦。所以呢 ，Plan B 是什么？就是要自己有实力了。弱国无外交在历史上啊，这个以史为鉴，非常多的案例，我们就直接讲几个。这个大家应该耳熟能详的，有很多人说看到了今天的泽伦斯基的处境哦，他一定不是第一个在外交场合当中这样被当场洗脸、当场羞辱的一个元首了哦。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外交官也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被羞辱，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国家没有实力。我们就举这个中国的例子，我们就来看到像当年的李鸿章，还有呢比较近代的这个宋美龄。李鸿章是什么状况呢？那个时候中国这个清末的外交名臣，对吧？李鸿章那个时候呢，面对日本这个伊藤博文来到了这个中国，然后呢想要这个感觉偷偷摸摸想要一点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鸿章面对这个伊藤博文，小日本鬼子不想理你啦。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是强大的，所以呢日本就不敢造次。在谈判桌上呢，这个李鸿章讲话是非常大声、中气十足的呵斥伊藤博文，所以呢那个时候签下了中日的天津条约当中，那相对平等哦。但是过了10年之后呢，这中国哇天哪，被日本打到不得了了。所以呢马关条约签下去的时候呢，又是伊藤博文，这一下情势逆转了。这个李鸿章在这个谈判桌上啊，只能够步步退让啊，这个可以说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啊，这是没办法的。你的国家实力在前面，你的外交官或你的领袖讲话就大声小声，就非常有差距。那再来讲到宋美龄，宋美龄呢更好的呼应现在泽伦斯基的一个处境啊，非常类似。常常人家都讲说，你把现在的事情你往过去去看，你都看到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类似的状况，就看你知不知道了。我们来看宋美龄。宋美龄那个时候呢，跟美国之间的交手也很有意思哦。在二战时期，1942年那个时候啊，美国呢因为需要这个中国国民党政府啊，他在这个东亚地区 hold 住小日本鬼子 ，hold 住日本人，所以呢，他算是蛮重视国民党政府。这个蒋宋美龄呢，他就到了美国国会去，这个罗斯福总统哇，这个盛大欢迎他，这个住进白宫，让他在国会演讲啊。你听到这里，泽伦斯基好像也曾经在美国国会演讲，对吧？讲的一副哇怎么样民族英雄一样，我这个抗普丁，这个当初宋美龄抗日本好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风光无限啊。但是呢，后来你看到整个情势逆转，这个泽伦斯基在这个战场当中一直陷入泥沼，一直在消耗美国的一些资源，消耗美国的资金，到最后是挺不下去。那宋美龄呢也是一样的，后来呢开始历经了国共的内战。那国共内战呢，这个国民党啊，这个可以说在这个中国内部兵败如山倒啊。那最后呢，宋美龄又到了美国去，这回变成了杜鲁门总统了。结果呢，就跟当初被盛大迎接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宋美龄到了美国去之后呢，要见杜鲁门，不得其门而入，进不了，杜鲁门不想见他。好不容易啊，最后他是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见到了杜鲁门。杜鲁门说，我只有30分钟的时间，你要什么你开始说。好，宋美龄赶快说，这个希望你继续
支援我们呐、哎呀，这个共产党政府，哎呀，你如果不支援我们的话，哎呀，怎么办呐、这个中国整个要掉了呀，要变成共产党的一个天下啦，如何的。那杜鲁门就不理他了，直接呢说1毛钱都没有。之前答应你的这个援助呢会继续，但是呢1毛都没有多的，没办法。所以呢，宋美龄也是，哎呀，这个鼻子摸摸啊，就回到了中国去了，没有得到任何1分钱的一个援助。好，这是为什么呢？这当然就是因为国家的实力在那个地方，国民党政府那个时候杜鲁门评估可能已经兵败如山倒，没有办法再让美国的资源能够有很好运用。我再砸多少钱，你还是会输，那我为什么要把钱丢到水里呢？所以你看到了，很多时候啊，这个你要说美国很现实、很残酷，但如果你站在美国，今天如果是你美国人，你会不会做同样的选择？会吧，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奠基在自己国家的利益啊，没有真正的那种大善人啦，我要去帮助普天下的，是不是？你又不是什么佛祖啊，没办法，没有这种人的啦。然后还有一说呢，说的是也跟现在泽伦斯基很像，那就是啊，这个泽伦斯基当初不是跟拜登2个人好兄弟吗？拜登挺他嘛，他挺拜登嘛，然后在选举的时候呢，他就说了很多关于拜登的好话，所以后来川普选上了，这下你就倒霉了，对吧？押错宝。那个时候呢，蒋介石也押错宝，因为那时候杜鲁门总统要选的时候，他的对手是杜威，然后呢，蒋介石啊就喜欢杜威，挺他，帮他拉票，给他竞选的经费，甚至还在中国发动游行，在挺杜威。结果最后谁选上？杜鲁门呐，押错宝了。所以有人说啊，这宋美龄到美国去求援求不到，就是因为蒋介石押错宝。但是呢，这是这个后世的一个解读啦。但我自己是会觉得啦，这个杜鲁门做的很多决定哦，还是奠基于在美国的利益之上。所以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但是有永远的利益。所以呢，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啊，就是奠基在利益上的哦。那当今的川普总统更是如此了，他就是个商人。所以呢，这所谓的奠基在利益上，你在川普总统的身上看出来的，应该是赤裸裸的。以前的一些政治人物呢，这个比较政客型的一些总统呢，可能他在利益的外头还会包一层糖衣，告诉你说，哎呀，这是我们什么仁义道德啊之类。但是川普我就是脱光光给你看，我就是利益至上，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对我有利益，我就这样子做了哦。所以呢，在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外交关系当中啊，装可怜是没有用的，拿利益出来才有可能换到对你的国家最大的保护了哦。弱国无外交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哦。所以呢，乌克兰今天的状况放在我们台湾人的身上，我们可能要想想到底台湾的能够拿出来跟人家交换的利益在哪里？你能够提供什么样利益给人家？否则的话，自己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哦。靠别人还是要讲一句：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好。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来看看哦，这是一个世纪口角之后啊，一点点啊跟大家分析的近来的一些国际情势啊，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